们今天的徒步路线是从榜鹅水道到科尼岛，这次我们没有按照公园局设计的路线走，而是选择了一条更特别的路径。这样我们不仅能欣赏到独特的风景，还能体验到与众不同的自然魅力，带来一段特别的徒步体验。站在桥上看榜鹅水道两侧，有没有一种江南水乡的感觉啊？我们也上桥了，站在桥上看，这里有没有点威尼斯水乡的感觉？就差2只船了。榜鹅水道在这里就汇入石龙岗蓄水池。看前面那座造型别具一格的行人桥，那可是一座网红桥啊！路过的人都会在那里拍照打卡留念。我们就从这里也就离开了原本设计的徒步路线，我们去过网红桥，在东边的桥上可以看日出，在西边的桥上可以饱览夕阳西下的景色，挺特别的。
我们刚过桥，天空突然下起了雨，只好先在这里避一避。这是一片湿地，幸好有一个亭子可以暂时的避雨。等了半个多小时，雨虽然没有停，但稍微小了一些。于是我们决定继续前行。在小雨中徒步，反而觉得格外凉爽，空气仿佛被雨水洗涤过一般，清新而舒适。唯一的麻烦就是得撑着伞，但这些丝毫不影响我们享受这趟旅程。这条路以前是砂石路，每逢下雨，地面就变得泥泞不堪，走起来十分艰难。现在已经铺上了水泥路，情况改善了不少。上面是我保留的一张老照片，那次徒步刚好也遇上下雨，整个路面都变得了湿滑的泥地，走得格外狼狈。我们走完了长长的这一条道，雨中漫步，这次没有碰到猴子，出来了，雨也小了。这里又在施工呢，我们准备从这边进入科尼岛公园东门。到了东门才发现，施工已经遮住了原本的大门，甚至连入口都看不到了。上面那张照片就是我们过去从这里进入时东门原本的样子，如今一切都在改变。一走进科尼岛，最直观的感觉就是温度明显比外面凉快得多，让人瞬间从城市的闷热中解脱出来，仿佛进入了一个天然的避暑胜地。科尼岛本应作为一座自然公园被完整保留，它是少数几个未被城市开发触及的岛屿之一。可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岛上竟然在建什么呢？我查了一下，原来是新加坡外展训练中心的新校区，占据了科尼岛约 10% 的面积。科尼岛一直是我们最喜欢的徒步目的地，如今看到这样的变化，心里难免有些不舍和不太舒服。原本设计的 Coast to Coast 路线是沿着对岸的河边行走，我们本打算从东门进入科尼岛，穿过这片熟悉的自然天地，可没想到迎接我们的竟是这样的变化，仿佛收到了一个意外的欢迎礼。虽然理解发展的必要性，但还是更喜欢原来的模样。那片未被打扰的纯粹自然，才是我们最初深爱的科尼岛。科尼岛公园原名石龙岗岛，华人俗称虎豹岛。上世纪30年代，胡文虎、胡文豹兄弟买下了石龙岗岛，成为名副其实的虎豹岛岛主，并在岛上建造了虎豹沙滩别墅。1950年代，印度商人购买了这座岛屿，并希望将其改造成类似美国纽约科尼岛的游乐场和度假胜地，因此给它取了相同的名字。然而，这个项目最终没有实现。不过，科尼岛的称谓则从此保留下来。1970年代，新加坡政府接管了科尼岛，并将其规划为生态保护区，以保持岛上的原始自然风貌。政府在岛上种植了大量本土植物，
保护野生动物，并在2015年正式向公众开放，成为一个生态公园。岛上有自行车道、步行道、原生态海滩，并且保留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，包括濒危物种。它也是新加坡最原生态的公园之一，没有夜间照明和现代化设施，以保持自然环境的宁静。从这个位置进去，就是虎豹沙滩别墅的遗址。以前有人从这里踏出一条小路，穿过这片茂密的森林，走到别墅遗址。现在这种通道已经不再允许进入了，这里被密集的草丛和高大的树木覆盖，根本也无法进入了。上面这张照片是我从网络上找到的虎豹沙滩别墅遗址的照片，大概就位于这个地方。遗址仍然被荒废着，曾经的辉煌已经不在，只剩下静静的遗址，仿佛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。走这趟 coast to coast 的路线，心情确实会很复杂。新加坡虽然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国家，但它的自然保护和城市绿化做得非常好，随时都能找到徒步路线。走着走着，就从钢筋水泥的世界进入一片大自然。这种突如其来的自然切换总是让人惊喜，让人感受到一种喘息的自由。走到林间小道，听着鸟鸣，感受微风，真的会有远离城市喧嚣，沉浸于大自然的宁静感。但这一次的徒步旅程却带来了一些不同的感受。一路上看到许多地方都在施工，有的是房屋建设，有的是修高速公路。城市化的进程似乎从未停止。当走到最后一站，眼前竟然是科尼岛这片原始自然环境里新建的外展训练中心，这确实让人五味杂陈。我们当然理解城市的发展和公共设施建设的需要，可还是难免会有一种失落感。是不是连徒步的终点都无法逃脱城市化的脚步？这种心情是一种复杂的矛盾，既珍惜还存在的自然环境，又担忧它是否会逐渐消失；既理解发展的需要，又害怕自己深爱的这片绿色空间被一点点侵蚀。也许这正是徒步的意义，让我们亲身见证城市与自然的变化，并思考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。坐在这里，
吹着海风，遥望对面的马来西亚，看着过往的船只，这种氛围让人感到无比自在和放松。我们从科尼岛的西门出来，来到了这次徒步的终点 Checkpoint 9。虽然这一段已经结束，但更美的徒步路线依然在前方等待着我们去探索，期待着下一次的旅程。